陈香香欠了大小姐380万，她一个农村来的学生，怎么还得起啊？既然没钱，还敢用那么贵的药，想白拿吗？陈香香有万人迷系统，她可以让系统帮忙，不过能不能还得起看她本事。陈香香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绑定了一个叫做万人迷的系统，她可以通过刷男性目标的好感值而获取积分，用以兑换各种各样逆天的奖励，从而走向人生巅峰。这让她简直欣喜若狂，她就知道她生来不凡，注定是那翱翔9天的凤凰，而妍希就是她的垫脚石，是她要取而代之的存在。席景行好感值下降至 50%， 席妍好感值下降至 1%， 冰冷的机械音在陈香香耳边响起，让陈香香心猛地一坠。怎么会降那么多？席景行假惺惺也就算了，席妍居然直接差点清零，亏得他还一直帮席妍去给王子楠牵桥搭线，连昨天生日那样重要的场合都自降身份邀请了王子楠这个穷鬼参加。算了，陈香香莫多纠结，事已至此，纠结没有任何用处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脱离眼下的困境。系统，我记得积分满1万是可以直接兑换现金的。陈香香想了想，你直接给我兑换380万吧。1万积分只能兑换10万现金，系统音仍旧冰冷无情。妍希神情平静地收回了目光，抬手敲了3下门，之后便推门而入。爸爸，妍希走到席景行面前，妍妍，你来的正好，阿勋为了昨晚的事，特意来跟你道歉了，只是一场误会，阿勋是香香的。表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别计较了。他这样子，我可没看出来想道歉，连尊重他人都学不会，还会反省。妍妍，阿勋刚才已经诚心认错了，你就看在爸爸的面子上，大度一点。他对我动手动脚，家里的监控都是证据，我如果不大度，昨晚就直接报警告他性骚扰了。爸，您什么时候这么是非不分了？妍妍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永远不准他踏进别墅半步。是，大小姐。他没救了，还是先维护。笑了一下，毕竟这栋别墅还是登记在我名下呢。席家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能有今日的财富和地位，全赖于严家提携。妍希的母亲严倾城不仅是名门闺秀，学术大拿，经商的本事也是一流。嫁入席家后，把嫁妆都投资开影视公司，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，一度成为业内佼佼者。他病倒后，把公司股份和几处房产都转到了一双儿女名下。席景行当初对妻子一往情深，他做什么他都不反对，当然他多半也是知道自己没资格反对，但估计他也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被女儿这么宣示这栋别墅的所有权。妍希他是为了提醒我，手我是外人嘛，我入赘严家这么多年，在上流社会早就有了属于我地位和名望，现在竟然要被我女儿指着鼻子教做人。席景行微微皱了皱眉，妍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能说这种容易让人心离散的话。席景行觉得女儿这次回来陌生了许多，这让他感觉有些不适。就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我才给您面子，允许您住在这里。爸爸不要为了别人伤了我们父女感情才是。大小姐，何管家在外面敲门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妍希收起伤感，放下手机起身去开门，然后就被眼前的一幕晃得眼睛有些瞎。席妍从何管家后面探出头来，冲妍希做了个鬼脸，妹妹 Surprise。 席妍，还是子昂跟我说，怕你没新衣服穿，联系了几个品牌给你置办，又不好自己送过来，才专门找了我。妍希手指微顿了一下，旋即若无其事微笑着说，那我还真得好好感谢他。对了，衣服的钱付了没？直接刷我的卡吧。席妍有些傻眼，你怎么还转钱给他啊？这多生分啊！妍希转头吩咐何管家，把衣服都分类放好吧。妍希，他没打算是穿这些衣服，就这么放好吧，标签别弄掉了。我不缺这些钱，也不需要这些衣服。妍希想了想，带着席妍去了一趟玻璃花房，打算捡些花枝回来装饰房间。席家虽然有专门的花农在打理这些，但他比较喜欢亲力亲为，看着这些漂亮而生机勃勃的花朵，他也应该努力活下去啊。席妍说着，果然，小姑娘都喜欢这些漂亮的事物。妹妹，送给你。这是别人家院子里的花。妍希杏眼圆瞪，表情有些吃惊，有些呆。席妍忍不住得意的笑了笑，怎么样，哥哥厉害吧？我告诉你，隔壁邻居小气的要死，每年院子里花开的特别好看，就是不许别人进去赏花，所以你喜欢的话就只能暴力偷摘了。妍希隔着镂空的院墙看着对面的人，勉强保持住微笑。您好。对面的人也笑了一下，是早上看到的那个邻居，身量修长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却如同早樱般清贵中携着冷肃。你好。
席颜茫然的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看差点当场去世，之后整个人都弹跳起来，一溜烟跑没影了。妍希还是第一次见天不怕地不怕的席颜这样，就仿佛老鼠见了猫。隔壁的少年却开口了，声线是华丽低沉的，却清冷，冷如裹着冰雪。你喜欢樱花？需要进来采摘吗？妍希回过神来，笑着说，好，谢谢，那我就打扰了。席颜偷摘了人家的花撒丫子跑了，他总不能跟着跑，没办法，只好上门道歉，顺带赏个花了。妍希已经进入了谢家庭院里，春和景明，满庭院的樱花开得正绚烂。中式庭院布局也很讲究，三步一景，处处都能看出主人的用心。少年长身玉立，站在樱花树下，仰头看着天空，扶着树干的手修长，腕骨突出，是一抹玉似的细腻的白。听到动静，他回过头来，朝妍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妍希这才注意到他另外一只手拿着花剪，旁边的石桌上已经放了几枝樱花，原来他是在剪花枝。带着妍希进门的老管家笑着说，少爷，妍希小姐过来了，她还带了糕点给您吃呢。谢长则已经剪好了花枝，把花仔细的包好，这些是送给你的，要是不够，等会儿再给你摘一些。妍希吓了一跳，这都装了2大袋子了，够了够了，谢谢你。顿了顿，微笑着致歉，刚刚未经你同意就摘了你家樱花，抱歉啊，希望你不要见怪。谢长则，没关系，你要是喜欢，随时可以来采摘。妍希折回去告辞，谢谢你们家的樱花。谢长则起身，我送你吧。少爷，您过敏了，我去让家庭医生过来。不用，我去药铺里摘几株药煎水喝就行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妍希走进大厅的时候，发现家里有些热闹，有品牌方工作人员端着衣服之类的进出。陈香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到妍希进来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妍妍姐。陈香香仿佛有些不自在，轻声解释，这些都是席伯伯和子昂哥、雨怀他们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妍妍姐要是喜欢的话，我送你吧。景行正好从书房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很是欣慰。还是香香考虑的比较周到，妍妍确实没新衣服穿，不如就先在香香这边挑2件凑合着穿吧。他一直担心妍希跟陈香香相处不好，现在看陈香香这么懂事，主动向妍希示好，乐于分享，确实是个好孩子。席景行眼含期待的看着妍希，妍妍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妍希知道他在期待什么，陈香香都主动示好了，他如果不接受，不仅显得不近人情，还会被怀疑对陈香香有意见。妍希摇了摇头，我觉得不合适。陈香香一愣，脸上顿时闪现一抹尴尬。席景行的脸上也难掩失望，甚至下意识的看了一眼陈香香，担心她会下不来台。爸爸，你大概忘记我已经不是15岁了。妍希从容不迫，甚至还心平气和的笑了笑，这3年我已经长高了不少，现在净身高都有1.73米了，香香的衣服可不适合我。陈香香的身高目测也就她15岁时一样，大概1.62米左右，只是陈香香似乎很善于打扮自己，还喜欢穿跟比较高的鞋子，导致视觉上拉高了不少，让人总觉得他们差不多高。其实妍希这2天一直穿舒适软底的平底鞋，衣服也是随便捡了件勉强能穿上的，没有凸显出大长腿的优势。他这一说，大家似乎才注意到，他那双笔直修长的大长腿，确实不是陈香香可以比拟的。现场氛围一时有些尴尬，何管家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他之前不说，是席景行陡然出现，说了好像是在欺负陈香香。其实我们大小姐也不需要这些衣服，霍少下午就让人先送了一批衣服给大小姐呢。所以陈香香显摆个什么啊？当他们家大小姐是那种穷的需要她施舍衣服穿的人吗？哎呀，还是子昂细心，对你们姐妹俩都一样好。还是不一样的，子昂送来的衣服我已经给他转账了，毕竟我不像香香这样负债累累，不需要别人的馈赠和施舍。我上楼插花了这些东西，你留着慢慢欣赏吧。刚刚妍希是去隔壁摘花去了，可谢长泽不是一直都很冷淡不近人情的吗？连系统都无法读取他的喜恶值。陈香香猛地攥紧了手指，眼底有暗芒一闪而过。香香，你看这身衣服多适合你，你穿上跟妍妍以前简直一模一样。陈香香道，真的吗？那我明早就穿这一件去上学。这一身穿在我身上，跟妍希以前一模一样。她现在又满脸疹子，被我碾压，希望她看到还能绷得住。从陈香香模仿我的穿搭来看，我以前的穿衣风格确实太寡淡，不好看。